好，现在我们来讲这个社会工程学套件啊，就是做社会工程学攻击的一个 Kali Linux 里面的一个套件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在做社会工程学之前，其实要再继续我们局域网安全的一些东西，我们要做 ARP 欺骗，我们要做 DNS 欺骗。只有在当 ARP 欺骗我们的卡里变成中间人，然后呢再做 DNS 欺骗，这样的话能够引导流量。因为其实客户上网有几个是几乎就没有人是输的 IP 地址，他们输的都是 DNS。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欺骗 DNS 就可以引导客户的流量。所以既要做 ARP 变成中间人，又要做 DNS 欺骗来引导客户流量。只有这两个东西你都掌控了之后，你能完全掌控客户的流量的情况下，下面呢我们就要介绍社会工程学工具，然后呢让客户去有两个办法，一个呢通过 Java 的一个漏洞来对这个客户的机进行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收割我们客户的身份信息啊，这两个都是社会工程学的套件为我们提供的。当然呢，它也集成了 Metasploit。其实它最终，比如说要控制客户，也是把客户挂起来，也是通过这个 Metasploit 的这个 Meterpreter 的 payload 来实现的。好，下面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依然要做一个 DNS 的 spoofing 啊，其实依然是在局域网环境，其实依然是刚才那个环境。我把交换机重启了一下，只是让交换机没有什么刚才配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基本上现在的交换机环境也就是画了一个微 LAN 而已，这些就只是画了一个微 LAN。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17号口，17号口基本上也就算画了一个微 LAN。再来，我们先确认一下我们的这个环境是通的。DHCP 服务器是101，网关是253，然后还有这个 Win7。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Win7起来了。这个网卡默认我给它禁了。我这个208呢，也正常给它分配一个253为网关，让它正常能够上网。现在我还没有开始攻击啊，我就只是想让这个机器能够正常上网。好，可以看一下啊，它通过 DHCP 服务器得到了它的地址、它的延码、它的网关，它的网关就是254。然后呢，它的 DHCP 服务器呢，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会设4个8，谷歌那个 DNS 服务器，然后这一切都很正常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访问什么网站都是可以的。百度怎么？应该是可以的啊，百度应该肯定没问题。百度，然后比如说其他的，这没问题啊，就是正常上网肯定没问题。DHCP 我也没做什么欺骗，就普通 DHCP 给他发了个地址，让人能够上网。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Kali Linux 呢也在这个环境下面，现在他也没干什么特别特殊的，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都给干掉啊，什么攻击都不要做。我们来看一下 if config， 我们是22.100.1.100，然后呢，我们也拼一下22.100.1.253，就 OK 啊。然后 DHCP 服务器也不用管了，这个网反是通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环境。当然呢，依然中间有个交换机，当然这次交换机的作用也不大，反而他们要在一个局域网环境，我要做 ARP 欺骗，还要做 DNS 欺骗。怎么来做欺骗呢？又有一个好玩的玩意儿，叫 EtherCap。啊，这个也是一个局域网里面专门做攻击的一个好工具。OK， 它也是一个免费的开源的网络安全工具。
啊，对局域网进行中间人攻击啊，它的攻击很多啊，它包含了中间人攻击。做完中间人攻击之后呢，还能帮你做 DNS 欺骗。今天主要用它来做 ARP 欺骗。当然，刚才我们已经用 ARP Spoof 做了 ARP 欺骗，当然现在呢，我们再用 EtherCap 再做 ARP 欺骗都可以啊，这是另外一种选择，而且它图形化界面的啊，还有呢，它能帮你做 DNS 欺骗啊。当然，其实你要知道，在完成一种攻击的情况下，工具很多啊，这只是其中的一款，甚至你没有，你自己用 Python 写都是可以的。好，用它来做 ARP 欺骗，也要做这个 DNS 欺骗。现在 DHCP 服务器正常啊，激活了 DHCP 服务器，一切都很正常。下面呢，我们准备来做一个它的 DNS 欺骗。我们来看一下 DNS 欺骗。首先呢，你要改它的 DNS 的一个配置文件。啊，我先进到这个目录啊。OK， 这是它的这个配置文件啊。这个配置文件很简单啊，就是告诉你就可以自己设。你不是要欺骗吗？那随便填呗。那微软你想给它映射哪个地址，然后这些什么样，任何一个你就按照它的格式，你可以自己去写，就是要把这些欺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址，你自己写就可以了。OK， 当然呢，也可以更狠的。今天我们简单一点啊，就是任何的都给它映射到我们的 Kali Linux 上去。OK 啊，当然先呢，我们别做这么，先别做攻击，我们来开个玩笑，我们把所有的，只要我们做DNS欺骗嘛，我们欺骗这个客户，我们要把客户所有的请求都导到我们前一条官网，就是想不看我们官网都不行，你必须看我们的官网。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官网的这个 IP 地址，你可以看一下啊，就这个地址。我们先开个小小的玩笑，就是把所有的 DNS 的请求啊，当然这个微软在前面啊，但是如果填到前面的话，把微软删掉的话，那真的就是全部所有了。这里不管你怎么解析，我都只给你这个地址啊。当然，请注意，你也可以具体的填。我们先开个小小的玩笑啊。好，把这个配置文件先改了，你这是自己定义，想怎么欺骗它。好，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来玩玩我们的新工具，叫 EtherCap。杠 G， 它图形化界面的啊，其实有时候图形化界面用起来也不一定有多方便。看一下啊，这个其实点起来还挺费劲的，但是我最近已经点熟了。首先选接口，这是一个事儿。下面啊，这是第一个选接口，然后紧接着呢，扫描这个网络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主机。好，然后看一下有些什么样的主机。OK， 就看了这几个主机。那么这个时候呢，101应该就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的客户应该地址是101。你可以去指定，把它作为一个 target， 添加到 target 1，已经加过去了。这是一个加到 target 1，然后呢，开始做中间人的 ARP 的读化。我们肯定不想单向，我们肯定想把它和网关双向都给欺骗了。所以说呢，要 sniffer 远程的连接，所以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好 ，ARP 读化开始，ARP 读化开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therCap 的功能很多，它有很多插件，我们管理插件，你可以看一下这么多功能。首先我们要玩的就是 DNS 欺骗，双击就激活了这个插件。OK， 然后呢，你再开始回来，开始攻击，这才是真正的最终开始。好，就图形化界面就点完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客户。首先你要知道要把浏览器关了，然后呢，开始我们曾经解析过，要把以前的 DNS， 在没有攻击之前呢，肯定曾经解析过，
要把以前的 DNS 给清了。这个时候呢，你再来百度 Cisco， 你看一下，百度到我们官网了 ，Cisco 还到我们官网了 ，OK，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啊，就是所有的你会发现，反正所有的站点都是咱们导到咱们官网上来了，哎，就这效果。首先你是做了 ARP 欺骗 ，OK， 所有的流量包含 DNS 肯定会到你那儿去。然后呢，我们再用它做了一个 DNS 欺骗，不管你到哪儿，那么我们全部都给你解析这么一个我们官网的 IP 地址。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哇，这客户很郁闷，这我怎么所有的网都到这儿来了呢？哎，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这个 EtherCap 能够做 ARP 读化，也能够做 DNS 欺骗啊，这是我们后面做社会工程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基础。好，这搞定。我们现在把我们的 DNS 缓存先清了啊。好，这是一个基础。好，下面呢，我们可以停止相应的攻击，然后我们先暂时可以把它关了。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啊、要做后面的社会工程学呢用那个套件的话，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怎么来实现 ARP 欺骗，怎么来实现 DNS 欺骗，因为一会儿你要欺骗别人嘛。那肯定要长得像那个网站啊，比如说输谷歌，那真的是3W 那个 URL 上面肯定是3W 谷歌.com啊，那不是其他的。首先，你 DNS 欺骗特别重要，因为如果说你不做 DNS 欺骗，其实社工呢也能做，但是就特别不完美。OK， 因为你可能打开的是感觉特别像谷歌的页面，但是上面的 URL 链接的那个地方不是谷歌，稍微有一定警惕性的人。那他会发现，哎，这个是谷歌的站点，怎么域名不是呢？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会中你的招。那比较完美的是，哎，页面看着也像谷歌，上面填的 URL 也是谷歌，就 DNS 也欺骗了，页面也欺骗了，双重欺骗的话，一般人都会中招的。但是如果说你只做了页面的啊，但是上面你没有改，那你明显是不是谷歌的域名？这个有警惕性的人是不容易中招的，当然我觉得绝大部分人还是会中招的，只要长得像，很多人都会点。OK，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社会工程学工具。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 Kali Linux 里面内建的社会工程学工具。按理说社会工程学呢，其实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要做一个长得跟谷歌相同的、长得跟 Facebook 相同的这么一个页面。首先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做肯定是很困难的。首先呢，它可以内建什么呢？它可以内建这么一种网站，甚至呢，还可以说，那你觉得内建的不像，我可以直接扒这个谷歌官网的页面，就是扒的跟它一模一样。OK， 因为有些页面它每天都会变嘛，因为谷歌的每天那个页面都会变，我直接扒它的也行，或者说你用我们内建的模板也行。OK， 它一定会给你做的一模一样的。还有呢，或者说它会帮你，它内建有些模板，那个模板里面给你已经把那些术语都给你写完了。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种一个 Java 插件到客户。那个页面弹给客户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特别正规的一个页面，说我们网站呢是需要你装 Java 的，请你点下一步，然后把 Java 装了，然后就可以了。他会给你，就是说，社会工程学你要说我怎么讲，你要说我讲人性嘛，应该怎么来编这些假话嘛，我也没法给你讲那个东西，这个是一种学问了，这就不是黑客的问题了，是另外心理学方面的东西了。但呢，我主要想讲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都是内建的。很多内建的工具、内建的模板，你用内建的模板、内建的工具制造的东西，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应该是会被攻击的。OK， 你要知道这种钓鱼、这种社工，你也别指望说所有人都会中招。那些安全意识很强的人，他一般来说是不容易被干掉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只要大撒网、发垃圾邮件大量的做这种攻击，那应该说还是很多人都会中招的。这个内建的工具。O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它的这个工具叫做社会工程学的套件它能做很多工具比如说目标系统发起攻击收集数据创建后门中间人攻击或者说它还能够支持第三方的模块，都是可以支持的。今天呢，我们有2个攻击要用它来做一个呢就是要通过 Java 的漏洞给客户强行装一个 Java 的插件，然后呢用
Metasploit、Meterpreter 来直接挂客户啊。昨天我们挂了这么多啊，今天我们再挂一个，用社会工程学工具来挂一个客户。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身份信息的收割者，就是我假装成为谷歌网站，你感觉特别像，然后你开始出账号就会被我收割啊。这是两个。首先我们做一个页面，那么就是告诉你这个页面我们一定要装 Java 啊，做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模板性的页面，然后只要你信了它的一个页面，然后你就装呗，装了你就被控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伪装成为谷歌的页面，然后你觉得这是谷歌页面，你输账号就会被收集。就是这个今天的两个任务。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我们来进到这个工具里面去，叫做 Set Tool Kit。其实我简就叫做 Set 啊，就社会工程学工具啊，叫做，但是呢你用命令叫 Set Tool Kit。好，你进去之后呢，首先你如果第一次进的话，也要去接受一个授权，你应该这儿肯定要选 Yes。然后紧接着还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社会工程学工具机，甚至它还能做一些简单的渗透测试，然后呢加载第三方模块、升级软件、更新配置等等。当然我们很明显应该选一，社会工程学。好，我们要做第一个 Java 插件的攻击。好，进到这个里面去之后呢，我们刚才选一啊，进到里面去之后，你看有这么多，我们可以看一下，分别是钓鱼、鱼叉钓鱼，然后网页攻击，然后呢传染媒体，就是种一些木马，甚至还有垃圾邮件啊，它有自己的垃圾邮件可以帮你做，还有什么无线接入点的攻击、二维码的攻击，有很多很多啊。这个是一个专门做社会工程学的，就是让你受骗的。有各种各样的骗术啊，你们有时间可以详细的研究一下。我们今天主要呢讲一个网页攻击，我们选2做网页攻击。好，网页攻击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今天主要介绍这个第一个给你装一个 Java 插件，然后通过 Java 插件给你装一个 Meterpreter Payload， 然后让 Metasploit 把你挂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用 Java 插件。下面呢，他可以说呢，其实这么说吧，就说你可以去直接通过这个站点克隆，直接把这个站点克隆过来，就是它现在长什么样，我就直接给你整到本地来，这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不用去克隆，我现在就有现成的模板，我们用现成的模板。好，用现成模板之后呢，它下面第一个问题说，那你这个设备是不是躲在一个 LED 后面？是不是躲在一个 LED 后面？他需要问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很简单啊，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你躲在一个 LED 后面，比如说你在这个里面，你这个 set 工具，然后呢，这是 PC 在外面，你有一个 LED 后的 IP 地址，那这个时候你给客户种的那个 Meterpreter 的 payload， 那他设的那个 rhost 很明显是这个 IP 地址，而不是这个 IP 地址，所以他要问你是不是躲在一个 LED 后面。当然了，今天肯定不是躲在那个 LED 后面的我就是内部直接来发起攻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要选 no。下面呢，他说那好，那你既然没有躲在 LED 后面，那你填一下你的 IP 地址呗。默认就是你本地的 IP 地址202.100.1.100，我直接回车就可以了。好，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有一个证书的问题，因为可能它会Java 嘛，请注意现在新版本的 Java 都要校验这个 Java 的签名。那他说呢，你有自己的签名吗？你有自己的签名，你就加在你的签名。那如果没有的话，就用我们给你做的一个内建的签名。那好，我们用内建的签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模板，比如说比如谷歌，比如说给你谈个谷歌的网站，然后呢说谷歌要求你安装 Java。然后呢，给你一个 Facebook 的页面，说 Facebook 要求你安装 Java， 或者说直接来一个 Java require 的页面，就是这个 require 页面，就是说，我们是要求我们要访问我们的网站我们需要 Java 安装，然后一堆废话，就是让你来去点这个 Java 要安装的。比如说我们用第一个模板 Java 是需要的，我们后面再用这个谷歌模板好，
好，他说呢，这个你模板做了，就是一会儿客户看到的就是需要安装 Java 这一个模板，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会儿大概会长这么一个模板，就这么一个模板啊，它会这个模板里面，哎，就感觉特别像一个正经的网站啊，然后他又说啊，我们的这个是需要安装 Java 的，而且还会告诉你啊，你看这个弹出啊是我们的 CEO 说的，就感觉就是你们内部的一个策略，说，哎，你们内部策略，你们 CEO 都说了，我们的 CEO 说了啊，我们这个 Java 是需要安装的。你看，你说你们 CEO 都说了，你是不是应该装呢？那就应该装呗，装了就被挂了呗。啊，你看它这有专门的页面啊，这些页面当然你可以自定义，你看中文的都是可以的。好，这是一个，这个做了。好，下面呢，他的问题就是说，那好，你要怎么办吧？中了 Java 之后，你想怎么办？我就用这个默认的，我要用 meterpreter 内存注入，我要把它的 share 给它挂起来，我要选那好，下面的问题说，那好，你本地端口是多少？我一会儿让客户连你，我就用443。然后呢，你就用反向 TCP，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 HTTP 这些都支持的啊。我用最简单的反向 TCP。好，选完了，它就开始调用 Metasploit， 然后呢，它就在这个端口号等待客户中招了。OK， 好，这个准备好了，它准备好了，准备你来连接了。好 ，set 这边做完了。好，下面呢，我们这边已经做好了，就等待客户接入了。下面呢，我们继续用我们的 EtherCap 啊。首先我还是要进行编辑一下啊。我要把这个 DNS 欺骗就不要到我们官网了，刚才只是开个玩笑啊，现在不开玩笑了，现在就要攻击了。我们要到202.100.1.100，所有的流量都会被引到我们的 Kali Linux 上来。好，下面呢，继续我们重新开 EtherCap。继续刚才的操作啊，因为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已经被改过了，所以说这个需要重新再加载一遍。这个配置文件啊，我们都已经改过了。再来一遍，再看一遍啊，选择接口，扫描主机，查看主机，设置要被攻击的目标，选择插件。OK， 好啊，对，还有一个就 ARP 欺骗要做，ARP 欺骗要做，选择插件 ，ARP 欺骗已经做了，然后呢，开始攻击。好，这个也准备好了啊，刚才我们也感受过这个效果，现在所有流量都会被引到这个我们的 Kali Linux 上去。这个时候呢，这位社会工程学这边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准备随时弹那个页面给你。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效果。我们到 Win7，当然了，以前的 DNS 解析把它清掉。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还是到百度，这个欺骗应该是出来的啊，百度。等会儿啊，第一次可能会有点慢。你看DNS 欺骗应该是把流量引过来了。哎，怎么？再来一遍啊！哎，这个页面出来了啊！哎，你看，这就感觉哎，我们的 CEO 说了的哦，是我们公司的 CEO 说的哦，然后说你的 Java 是需要装的啊。很多人的话，如果说看到这个东西，一般人就觉得，你看我们访问百度，我们公司说了，这访问百度是不行的啊，需要装个 Java。那好，一会儿呢，它就会蹦一个 Java 的页面出来，让你去装。等会儿啊，哎，怎么这个页面怎么老是死呢？好，你看啊，
哎，这个可能有点慢啊。你发现，哎，这个页面弹了，说，哎，我们公司 CEO 说了，这个确实得装的好吗？很多人就说，那我接受呗，那我运行吧。好，这就没事儿了，觉得这个都已经装了。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哎，怎么这儿有报错呢？可以看一下啊。哎，这应该已经建立了，可以看一下啊，Sessions 挂起来了，看一下啊，Sessions 72，Sysinfo 已经搞定，Share ipconfig，这就是我们的客户。OK 啊，挂起来之后我就不说了，这已经能够挂 share 了，基本上这就基本上算控制了。OK，这是第一个套路，就通过 Java 插件的问题，给他谈一个这种社会工程学给你做好的这种页面，但是这个页面可以自己做啊，我都用的内建的模板。然后呢，CEO 说了要装嘛，那好，弹出来那就装呗，而且他会告诉你，你看一会儿有个弹窗啊，你一定要点 yes 啊，然后等了一会儿就好了，好了，这确实好了，你看这就已经被挂上了。OK。哎，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攻击，就是 Java 插件的问题，直接给客户安装了个 Java 插件，然后那个恶意代码就运行了，然后直接我们就把它挂上了啊，这是一个 Java 插件的问题。